隔夜美股最吓人的不是跌了多少，而是跌法突然变了。费城半导体指数单日接近 8% 的回撤，部分 AI 相关个股跌幅更深。很多人前一天还在讨论算力不够，第二天就开始担心 AI 交易是不是走到拐点。这期我想帮你看清3件事儿。这次科技股剧烈下跌到底由什么触发？华尔街为什么会出现明显分歧？以及接下来真正能检验 AI 叙事的关键，不是情绪，而是美光即将公布的财报和指引。大家好，我是志行。这次市场给人的感觉很像突然踩了一脚急刹车，前面 AI 概念股涨得太顺，半导体、HBM、云端算力、英伟达产业链几乎都被市场放在同一个故事里定价。只要故事还顺，估值可以被继续抬高。但当费城半导体指数出现接近 8% 的单日下跌，市场情绪就变了。资金不再问 AI 未来有多大，而是开始问现在价格里面到底提前透支了多少未来。这个切换往往比下跌本身更重要。我观察到的信号是，这不是单一公司出了问题，也不是某一条新闻就能解释全部波动，它更像是一个已经拉得很紧的交易，在同一天遇到多重压力，于是资金选择先撤到安全位置。美股这边半导体板块承压最明显，英伟达、美光、博通、AMD 这些名字，只要跟 AI 算力、存储、数据中心资本开支沾边，几乎都被重新审视。台积电相关交易也被拖累，台股科技权重受到明显冲击。韩国市场的反应更有意思，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这些 HBM 链条里的核心公司，开盘受到冲击后并没有一路弱下去，反而出现了一定修复。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很多人只看跌幅就容易看漏。韩国股市能出现反弹，不代表坏消息被消化完了，而是市场在重新分辨到底是产业需求真的变差，还是短期政策和传闻把情绪压得太狠。资金一旦开始做区分，板块内部就不会再是同涨同跌，恐慌指数 VIX 也跟着抬头，这说明风险偏好被压缩了。我在这提醒大家， VIX 上升不等于市场立刻进入系统性危机，它更多是在告诉你，期权市场正在给未来波动重新定价。如果只看纳指100的 K 线，很容易得出2个极端判断。乐观的人会说，这是牛市里一次正常调整，悲观的人会说 II 泡沫开始松动。我的判断是，现在还不适合急着贴标签，真正要看的是下跌之后资金怎么选择。恐慌释放之后，如果资金很快回到盈利最扎实、现金流最强的公司，那更像是一次估值清理。如果资金连核心资产都不愿意接，问题就会更深。技术面上，纳指100此前已经累积了不小涨幅，短线资金拥挤并不意外，很多量化和趋势资金在同一个方向上压住。一旦波动率抬升，模型会自动降低风险敞口，这会放大当天的价格变化。这也是普通投资者最容易误判的地方。你以为是大家突然改变了对 AI 的长期看法，实际可能有一部分是交易系统在被动降风险。价格剧烈变化不一定都来自基本面变化，但会反过来影响情绪。那这次压力到底从哪里来？表面看，导火索来自韩国媒体关于 HBM 需求放缓的报道。报道称，部分高端存储订单节奏可能不像市场此前预期得那么激进，这一下正好打在 AI 交易最敏感的位置。HBM 不是普通存储，它是 AI 芯片和高性能计算里非常关键的一环。过去市场给美光、SK、海力士、三星这些公司很高期待，原因就是大家相信 AI 服务器会持续拉动高带宽内存需求。问题在于，当一个细分行业被寄予太多期待，任何关于产能、订单、价格的风吹草动都会被放大。不是因为一条报道就能改写行业，而是因为股价已经没有给太多失误空间，韩国政策层面又补了一刀。市场传出韩国国会讨论对部分金融交易或资本收益相关安排进行调整，这种消息对短线资金非常敏感。资金担心的不是税本身，而是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重新估值。这里我想说一句，政策消息对市场的影响，有时候不是看它最终落地多严重，而是看它出现的时间点。如果它发生在估值便宜、情绪冷淡的时候，影响可能有限。但如果发生在交易拥挤的时候，反应会被放大。更大的压力来自 AI 资本开支见顶的担忧。过去1年，云端巨头不断加大数据中心、GPU 网络设备和存储采购，市场把这条线想象成很长的上坡路。
可任何上坡路都怕一个词：节奏放缓。不是说微软、亚马逊、谷歌、Meta 突然不投 AI 了，而是投资者开始追问这些资本开支什么时候能转化为利润。如果收入兑现慢于投入，估值就会被重新压一压。这里才是 AI 交易最核心的考验。宏观因素也没有站在多头一边。美银一度预测美联储可能还会有升息压力，市场对利率路径重新紧张。高估值科技股最怕的就是无风险利率抬高，因为未来利润折现回来会变得更贵。你会发现这几件事单独看都不是终结性利空，但叠在一起味道就变了。韩国 HBM 传闻政策扰动 AI 支出见顶担忧，再加上利率预期变化，正好压在同一个热门交易上。我更倾向于把这次下跌理解为一次拥挤交易的压力测试。市场不是突然不相信 AI 了，而是在问，如果未来增速没有那么完美，现在的价格还站得住吗？这个问题比单日涨跌更值得认真看。在一片科技股承压里面，微软逆势上涨是一个很关键的反差。很多人看到这里会觉得奇怪，同样是 AI 核心公司，为什么它没有跟着一起被砸？这恰恰说明资金在做更精细的筛选。微软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是 AI 基础设施的买家，也是最有能力把 AI 嵌入产品转化为收入的公司之一。Office、Azure、企业软件、Copilot 这些业务让市场相信它有更强的变现路径。这不是说微软就没有估值压力，而是它在 AI 链条里的位置不一样。有些公司卖的是上游设备和周期弹性，有些公司卖的是长期服务和客户关系。市场紧张时，资金更愿意留在利润能看得更清楚的地方。AI 交易不能只看谁名字里有 AI， 或者谁跟英伟达关系近。真正重要的是公司处在产业链哪个位置，它承担的是资本开支风险，还是能拿到终端利润。这个差别在下跌日会被放大。SpaceX 的案例也值得提一下，市场传出有大量股票被放空，规模达到4000万股级别，但价格并没有按空头预期一路走弱，反而出现强势修复。这个现象背后是另一种资金结构。SpaceX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开市场科技股，它有更强的信仰盘，也有非常特殊的成长叙事。马斯克相关资产经常会出现多空激烈博弈，空头看估值和风险，多头看愿景和稀缺性。但这里也有一个坑，信仰盘能支撑价格，不代表风险消失。越是叙事强的资产，越容易让人忽略现金流、融资节奏和估值边界。短线强不等于长期安全，这一点我希望大家分清。回到公开市场，真正有意思的是华尔街内部也开始明显分裂。高盛的观点偏谨慎，提醒 AI 交易可能像拉紧的橡皮筋，涨得越集中，回撤时弹性越大。这个说法并不夸张，因为拥挤交易本来就怕同向撤退。高盛担心的核心不是 AI 没有未来，而是短期价格和基本面之间的距离太远。机构不是不懂产业趋势，他们更在意的是，如果未来几个季度数据稍微不够亮眼，估值修复会不会很疼？美银和花旗的态度则相对积极，他们更看重 AI 长期需求，认为算力、云端建设、企业智能化还处在较早阶段，短期波动不一定改变长期路线。这个角度也有它的道理。这时候普通投资者最容易陷入一个误区，想从高盛和美银里面选一个绝对正确的，其实他们看的时间维度不一样。高盛盯的是短期估值和交易拥挤，美银盯的是长期产业空间。如果你把短期风险提示当成长期看空，可能会过度悲观；如果你把长期产业趋势当成短期安全垫，也可能会忽略回撤风险。我的判断是，这两种观点都要听，但不能混着用。短期市场要看资金是否继续降风险，长期逻辑要看企业有没有把 AI 投入转化成收入和利润。一个是交易层面，一个是经营层面，把这两层拆开，很多看似矛盾的观点就能放回各自位置。那接下来谁来裁判？我认为美光的第三季财报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窗口，因为它站在 AI 存储需求的核心位置，也正好处在这次争议的风口上。美光财报里市场会盯3个方向，一个是营收和利润有没有达到预期，一个是 HBM 相关需求和价格有没有继续强劲，还有一个是管理层对后续季度的指引。真正能改变情绪的往往是指引。如果美光数据只是达标，市场可能会松一口气，
但未必足够推动整个 AI 板块立刻恢复强势。因为达标只能说明最坏担忧没有兑现，却不能自动证明估值还能继续上修。如果美光超出预期，尤其是 HBM 需求、价格和客户订单都给出强信号，那这次下跌可能会被市场重新理解成一次情绪过度反应，资金会重新回到 AI 供应链里寻找基本面更扎实的标的。但如果美光的财报没有问题，指引却显得谨慎，那就要小心。市场最怕的不是过去不好，而是未来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对高估值板块来说，未来预期比历史成绩更有杀伤力。我个人更关注管理层怎么谈客户需求，是说需求持续紧张，产能被锁定，价格仍有支撑，还是说客户采购节奏更理性，库存管理更谨慎？语气上的差别可能会影响整个板块的风险偏好。这里面还有一个更细的观察点，如果美光表现不错，但股价反应平淡，说明市场可能已经提前消化了好消息。如果财报一般，但股价不再下跌，说明坏消息可能已经部分定价。价格反应有时比数字本身更诚实，很多散户看财报只看营收和每股收益有没有超预期。我建议你多看一层，看看公司怎么讲未来订单、资本开支、毛利率和库存 AI 链条的景气度，不只写在利润表里，也藏在这些表述里。再把视角放大一点，美元指数也在影响资金流向。强美元环境下，全球风险资产通常会承压，尤其是那些估值高、对流动性敏感的成长股。资金成本一变，市场愿意给的倍数也会变。美元走强还会压制非美市场流动性。台股、韩股这些科技权重较高的市场，本来就和全球半导体周期高度绑定。如果美元继续强势，外资流向可能会变得更谨慎，这会影响区域市场的反弹质量。美伊局势和油价也是宏观拼图的一部分。如果谈判出现突破，油价压力缓和，通胀预期可能会降温，这对利率预期和风险资产是缓冲。但地缘因素变化快，市场不会只按一个方向定价。我不太愿意把地缘消息直接和某类资产机会挂钩。更合理的看法是，它会影响油价、通胀、美元和避险资金，再通过这些变量传导到股市。中间链条越长，越不能用简单结论处理。所以现在这张市场图其实是三条线交在一起， AI 产业线在接受财报检验，利率线在影响估值折现，宏观线在决定资金愿不愿意承担风险。任何一条线突然变弱，都会放大科技股波动。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我想说的是，不要在市场最热的时候只相信故事，也不要在剧烈下跌时只相信恐慌。故事会被包装，恐慌也会被放大。真正有用的是把情绪拆成可观察的信号。接下来我会重点看几个变化。费城半导体指数能不能守住关键区间？英伟达和台积电这类核心资产有没有率先企稳？美光财报能不能验证 HBM 需求？微软这类能变现的公司是否继续获得资金偏好？还要看高估值小票和概念股的表现。如果核心资产稳住，但纯概念股继续回落，说明资金在做质量筛选。如果连核心公司都持续承压，那就说明市场对整个 AI 估值体系都在重新打折。这次下跌不是一句泡沫破裂就能概括，也不是一句正常回调就能安慰过去。我的判断是，它更像是市场给 AI 交易出的一道考题，未来真的很大，但现在的价格是否已经跑得太快？投资里最难的不是看懂一个方向，而是在方向正确的时候，不把价格、节奏和风险全部忽略。AI 可能仍然是未来几年最重要的产业主题之一，但好主题不代表每一次追高都舒服。如果你现在手里有相关资产，我不会替你做决定，但我建议你把注意力从单日涨跌移到验证信号上，财报、指引、订单、毛利率、资本开支、利率预期，这些比盘中情绪更值得盯。如果你还没有参与，也不要因为一次下跌就急着给自己制造紧迫感。市场从来不缺波动，缺的是你能不能在波动里保持框架。看清价格背后的假设，比猜明天涨跌更重要。半导体这次剧烈调整，不是某一条新闻造成的孤立事件，而是热门交易、政策扰动、宏观利率和财报验证期叠加后的集中反应。你可以在评论区说说，你更倾向于把这次调整看成 AI 交易的健康降温，还是估值重估的开始？你接下来更关注美光财报，还是英伟达、微软这些核心公司的资金反应？如果有不同看法，
也欢迎补充。如果你希望在市场情绪最吵的时候多一点冷静拆解和风险框架，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后面我也会继续跟踪 AI 产业链、半导体周期和美股宏观变量的变化。最后提醒一句，今天所有分析都基于公开信息和我个人的研究观察，只是提供一个理解市场的角度，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市场波动很大，尤其是高估值科技股，对利率、财报和情绪都很敏感。真正重要的还是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仓位安排和独立判断，谨慎做决定。